欢迎进入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新加坡模式在中国一直被广泛的探讨，因为新加坡简直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样板，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经济高速增长，创新力世界前列，人民富裕安定，环境优美宜居，并且具有高度廉洁的政府和相对完善的法治。新加坡还是一个多民族但以华人为主的国家，这简直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模式。而中国若能和新加坡一样，无论左中右也不会有多少人会强烈反对。那么新加坡模式到底是否适合未来的中国？尤其是对于这个大气百倍的中国而言，转型为新加坡模式是否可行以及如何转型？我们这期就来重点解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些背景知识。早在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首次访问新加坡，对新加坡的繁荣赞赏有加。在邓的时代，先富起来是12亿贫穷者的梦想，这个梦想里的终极目标大概是全国都如同新加坡一样。在1992年，邓鼓励干部向新加坡学习，在中国的政治和学术圈掀起了一股学习新加坡的热潮，无数党内官员南下学习考察，南洋理工因此还被称为海外党校。而习近平刚上台时，外界也一度热议洗礼要以新加坡为可替代模式，尤其是政治制度。有人甚至认为新加坡模式是和平转型的最佳样板。其实严格来说，这股热并非仅仅因为新加坡经济繁荣，当时繁荣富裕的国家很多，而是因为在高层眼里，新加坡代表着威权政治，加上开放的市场经济。党内高层清楚地知道，在打下江山获得合法性的年代逐渐久远，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破产，经济繁荣是唯一能让人认可其执政的前提，也就是所谓的合法性。这里要注意的是，重中之重是确保执政地位，所以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党竞争模式都不会成为样板。在过去的10-20年，中国在经济制度和官僚体系方面似乎也有新加坡身影，包括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宽松的营商环境，大力投入基建和城市治理，打击犯罪和腐败。胡温时期在政治上也允许媒体监督，当时还有数百名活跃的调查记者，维权律师尚能死磕官员。这一切在一尊时代便戛然而止，习开始打造和倡导中国模式。在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各主要经济体萎靡不振，而中国一轮轮经济刺激不断推出，大江南北的城市和基建的光鲜亮丽，一时间中国模式似乎更受到青睐。习李也是搭上了这波顺风，直到15-16年左右，出口和基建的饱和从数据上显而易见，但居民消费却一直疲软。别忘了，经济一直是唯一的合法性所在。既然经济继续高增长已不现实，要想继续稳固合法性，就只能加强其他手段，比如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和统一舆论。当你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和谐盛世，自然就会减少不满。然而一尊的治国理政能力又着实堪忧，各项政绩如经济、内政、外交，在这2年实在不算理想。扶贫奔小康又被李克强的6亿人揭了伤疤。人治的问题在于，若掌权者是一个开明的能力超群者，那可能就是康乾盛世，而反之则可能看不到下限在哪，你还没有选择的机会，而且必然会遇到反面教材，因为你不可能代代是明君。于是这些年似乎又有声音传出，中国需要转型为新加坡模式。那么转型新加坡模式究竟是否可行呢？新加坡的威权下的廉洁高效和法治究竟是怎么达到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得进一步的看看新加坡模式。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制度和政策是两码事。新加坡的一系列政策，如工业政策、营商环境，在过去一直被国内模仿，政策模仿很容易，而我们这里更着重讲的是新加坡的制度体系及政府和政治的组织架构设计。自19世纪起，新加坡就是英国海峡殖民地的统治中心。二战结束后，殖民主义快速崩解。1958年，英国国会通过新加坡自治法案，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次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大选获胜。行动党当局为了遏制共产势力以及经济需要，于1963年推动和马来西亚合并，但随后新马的矛盾又让新加坡在2年后就独立建国。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背景是反对共产主义，行动党通过内部安全法大肆打击左倾议员。1963年，当局利用内安法抓捕了3位社会主义阵线议员和10几名党员。
在一轮轮打击下，反对党一蹶不振，行动党也确定了独大的态势。随着时间的推演，虽然行动党的总得票率逐年降低，但席位却没有明显减少，这也和其操纵选区划分和选举规则有关。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行动党长期压倒性多数，李氏父子长期担任总理掌握大权，李光耀退休后还在政府内部担任资政，也就是政府的高级顾问，继续发挥影响。但是新加坡的体制却符合民主国家的特点。新加坡独立后沿用类似英加澳的威斯敏斯特政治系统，几个选区选出议员，议员数多的政党党魁自动当选为总理。新加坡虽然不许政治集会，但是允许存在真正的反对党，并可以批评政府。至于几年前发生的新裔青年恶言李光耀被判刑3周，罪名是诋毁基督教并允许上诉，这更像是李显龙当局滥用权力的偶发事件，而不是系统性的禁止反对声音。虽然很多新加坡的法律是长期一党独大的行动党制定，但其民选议会作为立法机构真实存在，大选每5年定期举行，且各选区的选举真实有效，几乎看不到舞弊现象。民众对政府施政不满者，也可以联系该选区议员诉求。对于其选区的划分，也就是多人组团参选4到6个席位，团里必须有少数族裔，这本是强制保证少数族裔席位的初衷，虽然会出现有些反对党连人都凑不齐的局面。除了立法和行政，司法系统也是独立的大法官体系，保证司法体系不受政府官员们的干涉。新加坡的新闻媒体也独立于政府和政党。在多数民意的支持下，行动党精英们在经济政策上雷厉风行，主导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在社会治理上，一边推行公共住房等惠民措施，一边又推行鞭刑等严刑峻法。可以这么说，新加坡虽然在外界看来一党独大和李氏威权，但这更像是精英汇集的行动党在既定框架下玩弄游戏规则，造成难以被撼动的结果。但是行动党的总得票率已经从60-70年代的 86% 降到如今的 60% 出头，反对党也从0席位发展到10多个席位。假以时日，如果行动党逐渐失去人心，那即使在修改规则也会被翻盘。新加坡虽然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民主，但本质上依然运行基本的3权分立和有效监督，这是政府联结和人民有序自由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哪天新加坡的媒体和司法完全被行动党控制，议会也没有定期选举，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和失去法治自由是迟早的事。新加坡目前可以看作是达到成熟民主的一种有序的过渡，罗马不是一天建成。讲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得很明白，中国的国情和新加坡过去非常相似，无论是华人为主的儒家文化圈，还是一党独大以及政府主导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中共虽表面宣传社会主义，实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却偏右，接近行动党。新加坡在经济腾飞的同时，还造就了完善的法治、清廉高效的政府、人民有序的自由以及极小的贫富差距。后面4点中国不光始终无法做到，而且在经济放缓的同时，反而开始加强前置仅有的一点点自由。而你比较两国的制度体系架构差别在哪里一目了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至于有些人所说的新加坡国小好操作，则并不是主因，人口大国如美国、印度也都是划分选区和各级政府自治，而中国的这4点问题各级政府都有，越是基层越明显。最后我们来看2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主动转型为新加坡模式，以及该如何转型。我们前面提到，行动党的一党独大主要来自于2点，汇集社会精英的历史，以及基本制度下的合法玩弄游戏规则。然而行动党高层及家族并没有特殊权利，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更无贪腐藏匿巨资海外。中国虽然经济制度在过去30年比较接近新加坡，但政治制度还停留在大清，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权力负责体系，下级只需要对上级汇报，一层层上去，不需要应付选民。比如省级领导由中央提拔，县市级领导由省级提拔，各级领导只需要巴结好上面即可。万人之上是总书记，列派文武百官。这样的体系转型新加坡模式，意味着放弃已有权力，接受选民定期监督，显然阻力极大。我在内卷化和内循环的视频里提出利用现有的框架，比如让各级人大有效的运作，
人大代表们由各地选民定期选出，定期的制定全国和各省的法律，尤其是照顾劳工等弱势群体的法律，并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的言行。有些评论认为这样是走西式民主，中国必乱。其实这连西式民主的边都没碰到，只是离新加坡模式稍近一步。我还没说要司法独立于政府，允许反对党存在，军队忠于国家而不是党。在中国目前的强有力的政府体系下，区区选举人大代表你想乱都难。人均收入只有$2000的印度大选都异常平和，更不要说如今的中国。另外，新加坡其实也给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思路，各民族平等有序的参与。而当前的中国的现状是连广大汉族的政治权利都被剥夺。人大完真的可以算是走向新加坡模式的第一步，未来看情况也能逐步引入司法独立和多党竞争，目的在于让目前的执政党有足够的监督脱胎换骨，虽然大概率依然是中共长期执政，继续主导经济发展，反对党可能长期不成气候，就如同新加坡数十年一样，但是有了监督的中共会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也会进入一个良性发展长治久安的阶段，而不敢像现在这样，意识形态枯竭和经济放缓后，转为更加严格的审查和压制。当然，按目前的现状，一尊是断然不可能主动推行，他和他的嫡系做皇帝已经上瘾，这非得在党内出现一个加强版邓小平或赵紫阳才有可能，而且需要有一些客观条件的推动，如出现经济和社会的一些危机，让党内忧患意识有抱负者下决心改革。以上就是关于对新加坡模式的讨论，本期的结论是，新加坡模式适合中国，但启动转型非常困难。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